大家好，我是安同学，一个专注于赚美金的博主。然后这一期视频的话也拖了好久好久了，主要还是因为平时太忙了，希望大家见谅。那相信这里大部分朋友都是从小红书过来的吧？那这个频道的话，后续由我真人去运营，然后主要分享一些怎么低成本创业啊，或者说在不用出国的方式下，怎么去赚一些美金的思路，或者比较实用型的一些知识吧。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也同步一下，目前我在全职运营油管的频道状态下，一个月能赚多少钱？然后我3月份的整体收入的话是在15000美金左右，接近吧。然后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0万。然后关注我小红书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大号的话将近10万的一个订阅，不过在3月份的话被那个油管取消了获利。月入10万的这个频道的话，也是在短短一个月内起来的吧。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成绩其实还是挺满意的。目前这15000的一个收入的话，其实还没有包括我运营独立站啊，或者说我海外社媒的一些打赏的一些收入。如果全部加起来的话，预计我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到2万之间的一个收入吧。是美金，待会再跟大家去分享。如果我们在国内生活拿到这个收入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蛮香的。就是在目前国内的整体就业环境啊，或者经济的一个环境，可能大家都觉得比较低迷吧。我觉得放在国外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给到我们这普通人去生存的。那接下来也同步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背景吧。那我在互联网公司做了10年的牛马吧。15年的时候我是刚刚毕业，进了一家做 K12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在那个创投部门就投融资部去工作，主要话是负责一些股东投我们之前或者投了之后的一些管理工作吧。那时候市场很好，公司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从刚进公司100多个人做到21年的3000多个人，融资的话是从 A 轮做到了 C 加加轮，我都是有在全程去参加。当时的话，整个公司氛围是很好，当时公司还打算去搭那个 UI 架构去在美国纳斯达克去上市，然后最终的话是在21年，国家的话有一个双减政策，然后一切就戛然而止了。后面的话我就跳到了一家港资的老牌美妆公司的国内分公司去做 IT 项目经理。然后了解过互联网公司的人可能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常背锅的一个职位，经常我觉得会在抠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去耗费很多精力。再加上我自己也快30岁了嘛，然后上这么多年班，然后我突然某一天觉醒，我发现工作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本质的话其实就是交易，工作就是交易，付出我出卖的话是我自己的一个时间，然后我根本没有生产资料，我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去换取一些就最基础的生存空间吧。我认为这样的转换比效率是最慢的。加上互联网公司这几年的各种裁员啊，以及互联网公司的35岁魔咒吧，然后我在突然某一天觉醒了，就意识到我可能永远不可能在互联网公司去做一名大头兵吧。然后因为还有更多更年轻，然后更能干的牛马还要跟你去比，我认为这是让我越来越贬值的事情。所以加上去年各种 AI 大爆发，像 GPT 啊等等这些工具也面世了嘛，所以我就意识到我可能需要做一些东西吧。反正就是后面不想上班了，不想再出售自己的时间去换取报酬，我觉得那样效率真是太低太低了。然后我就在去年5月份离职了。然后当时的话还没有想好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去年5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也买了一个南航的随心飞。南航在南方的话，它是大本营嘛，所以我飞了整个中国吧。然后飞到了10月或者11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停下来，可能要做一些东西吧。后面的话，我是看别人运营 YouTube 的话，就是去用一些 AI 工具，然后去生成一些视频、激励视频啊，或者说讲故事的一些视频。我看他们很多都能几号成功，以及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个收入。那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也这样试一下？大家的话可以回去我小红书去翻一下，那里面有我刚开始运营这个频道第一周发的那个帖，然后整个我都有记录下来。后面的话就渐渐有了一些起色吧，然后就到了现在，我觉得还是挺满意自己一个现状吧。也中间也踩过很多坑，有些朋友可能想踏出去做一些副业啊，或者说想全职做这个，那我觉得我希望我的经历的话可以给到你一些参考吧。那接下来就谈一下我目前的一个运营的平台和营收的一个情况吧。这里的话我称为我自己认同学运营项目2.0吧，1.0应该是我的油管频道，目前
算是正向反馈吧。然后我主要运营的几大方向，目前有 YouTube 频道和社交媒体，以及跨境电商独立站。后面的话还会有支付费和个人 IP。然后细来讲的话，目前油管的收入占据是大头吧。然后目前运营了3个频道，第一个频道被取消了获利，目前粉丝的话是接近13万吧。然后后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暴力内容被取消了获利，但是频道的影响力其实还是有的，所以还是要每周更新2个视频吧。然后第二个频道的话是目前在运营的，就日更，然后目前3月份是给我带来了$15,000的一个收入。第三个频道的话是刚刚过那个获利审核，还没有太多时间去运营。然后目前的话是每周更新2个视频。目前油管这个频道其实我也实现了半自动化了吧。我的剪辑工作的话，其实我已经做成了标准化，已经外包出去80%工作量，然后我只负责20%。回来的话，比方说封面图制作啊，比方说翻译的那些工作啊，都是留给我自己去再弄。这里的话是我3月份的外包了出去的一个情况，这里可能我会打一下码，这个希望大家见谅。其实我之前是做项目经理的，所以管这些项目其实我还是挺在手的。对，先不讲了。然后第二块的话是社交媒体运营，目前的话我运营有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和 TikTok。Ins 的话我一共有2个账号吧，第一个账号粉丝接近了10万，目前是日更状态。第二个账号的话是粉丝量接近1万吧，也是周更，一周更一次。以及还有一个Facebook 的一个公共主页，目前粉丝是1万，这个的话是日更，不过更新内容是跟 Ins Shorts 差不多，都是短视频，所以这个工作量其实还好。其他的话就是 TikTok，因为他们的规则太变态了，所以现在的话没有太多时间去钻研。目前这块营收的话，主要还是靠打赏以及给我这个独立站去做引流。目前独立站加社交媒体的话，目前每个月可以给我带来$1000左右的一个收入。那说回跨境独立站这里的话，目前这个独立站是已经上线了的，目前流量的话一个月4000多吧。单纯靠那个自然流，它的那个转化区非常少，所以这个的话还是要投广告。纯自然流的话，它是没有转化的，或者说转化非常少，不理想，还是要投广告。这里的话，我后续的话要成立一家公司，就美国公司，然后打算在 Ins 上面去开一家店，因为Ins 开店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关于独立站这一块搭建的话，之前我有在小红书去分享过，我是找一个印度人去搭建的。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出一期视频去讲一下整体搭建一个流程。第4块的话就是支付费和个人 IP。支付费的话，说实话，其实运营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其实很占据我太多的一个时间了。运营这个油管以来的话，我觉得我已经走通了整个流程，其实我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讲吧。我是打算拿自己一个经验去做成体系化的一个课程。如果说我抽时间做的话，预计上线的话是5月中旬左右吧。这个定价可能不会太贵，300块钱以内吧。其实国内有一些人，我看过他们去推他们的油管课，其实我觉得他们做的其实就是把官方的一些规则或者说说明拿出来讲一下而已，他可能没有太多一个技巧吧。这里的话，我如果要做的话，可能还要做一些差异化，就比方说怎么运营多个频道，怎么去管理，怎么管理多个 AdSense 吧。以及赛道的一些分析的一些思路吧，以及怎么做风险规避，油管的风险啊，以及国内回款的一些风险啊之类的，以及国内的身份怎么去报税啊，怎么省税吧，不是逃税，这个话可能不太能讲。最后的话就是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渠道吧，就比方说获利号渠道，然后以及现成的 AdSense 的已经过审的账号吧，我也有一些服务商的服务吧，这个的话到时候也可以打包在这里面去给到你们。最后的话就是个人 IP 这块，主要 IP 目前运营的话，我考虑到主要是小红书跟 YouTube， 后面的话开通平台应该有抖音、西瓜、哔哩哔哩吧。然后 YouTube 这个块是目前第一个视频应该我是发到 YouTube 上面去，目前收益的话是0，目前还没有收入。其实创业嘛，无非就是成本跟收益，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持平咯。然后目前我最大的一个成本的话，其实就是剪视频的一个成本，目前的话要支付2400。然后其他就是 AI 工具，像什么 GPT-4啊，像什么文字转语音的这些工具，以及杂七杂八吧，我就不算太细了。这些的话，目前
初步一下还没到1万人民币，结合我目前的收益的话，其实还是正向现金流吧。这么看的话，对。关于知识付费和割韭菜的说法，这里话我也讲一下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时代，我觉得任何信息或者知识的话，你都是可以在网上去查得到的。然后每一个人可能对某个知识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觉得知识付费就是用钱去换取你时间上效率的一个提升吧。我觉得你支付的不仅仅只是钱的一个本身，就是获得的就是缩短你自我学习和探索的这个过程吧。至于要不要付费，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你对自己的时间的一个价值一个评估。如果说你自己时间很充裕的话，我觉得自学然后自己去摸索，我觉得这没有太大一个问题。但拿别人经验可能是最好的嘛。总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知识付费应该要建立在清晰的认知和合理的期望之上吧。也不可能说我学了这个方法论，立马就可以赚到十几万、100多万的一个收入。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太合理。可能会有朋友问，到了2024年才运营这里的油管频道，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也能不能赚到这么多钱？这里的话，我觉得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解吧。我觉得能不能成功有这几方面的一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行业大方向。我认为如果个人目前切入的话，我觉得赚点小钱在油管这个平台还是可以的，赚个几千万把块，其实找对了方向，其实还挺容易的。毕竟国内的那些平台的竞争激烈程度，大家都有目共睹吧。中国14亿人能翻墙出来有几个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我这个视频，我觉得你已经跑赢很多人了。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方法论，每一个人都得基于自己的一个判断，对自己一个判断负责吧。然后培训课程，我觉得主要还是卖第二点方法论，让你快速学会这个方法而已。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最佳实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理解能力吧。如果说你觉得上了这个课程就能轻松赚钱，有这个心理的话，我觉得你趁早放弃吧。大部分事情我觉得都讲究28定律。如果有人跟你说做油管分分上10万、100万，你自己觉得合理吗？我觉得不合理。如果说这么轻松能赚钱的话，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来做油管了，就不会有其他工种了。还是要有自己的清晰的一个认知判断吧。最后的话也很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吧，也谢谢大家支持我第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话我会放在我的油管首页顶置那里，我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我也会不会后面还会不会靠油管谋生，一切都未知。我希望1年或者5年之后回来看，看我现在的时候，一切初心照旧吧。Anyway，最后也希望大家帮忙点点赞、按订阅，没有你们支持，也不会有我现在的成绩。非常感谢大家。